病是这几年来医疗领域的热门话题。刚好我的研究就是在探讨人工器官支架的猎鹰技术，它可以让生物学家用来培育细胞，让医生治疗病患。听说有个团队，他们可以制造出人工血管了，好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哦。另外，3D 猎鹰还可以应用在医疗手术、义肢辅具跟老人照护等方面哦。今天就跟我一起踏上医疗之旅，我们来看看3D 猎鹰在医疗的最新技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是台湾第一间成立3D 猎鹰医疗研发中心的医学单位。医疗团队开发客制化3D 模型与手术器械，协助临床诊断治疗。应用领域有牙科、骨科跟整形外科，至今成功治愈了300多位病患。真的好好奇3D 猎鹰是如何救人一命的，所以今天来到中心拜访副主任陈怡文博士。我看一些文献报道说，有医生可以用3D 猎鹰的模型来治疗病患，说是可以事前模拟，降低整个医疗的风险，还可以缩短时间，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呀，在临床上面的应用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我们以这个足踝的这个当做例子好，你看啊，这真的是一个病人的脚，要动这个手术，基本上是因为他在脚踝的地方已经畸形，所以这个病人走路的时候他都会跌倒。那以前医生他必须要从这个地方开下来一个很大的伤口，他才能看清楚脚踝畸形的状况，然后在手术的时候矫正到一个对的位置。如果我们透过3D 猎鹰给他一个器械，我只需要打3个洞。好，这里一个洞，这里一个洞，跟这里一个洞，我就可以把我要的位置都切开来，然后移动到我需要的位置上面。这样的手术如果是传统，大概要4个小时，但我们这个手术40分钟就做完了，缩短这么多时间哦。对，还有什么是相较于传统手术更厉害的地方吗？训练年轻的医生非常的快速，手术之前他实体的看到这些模型，而且他也去规划怎么样做这样子的手术。那另外一个是，我们都尽量是原来要有大伤口的，都能够微创。微创这件事情一定是所有的病人他最希望的，对，伤口小，然后流血少，再加上手术时间的缩短，所以他麻醉的时间也短，所以对病人整个安全的效益其实是提高很多的。以前没有3D 猎鹰技术的时候，医生只能靠2维的影像去判断病患的器官还有手术的位置，但现在多亏了3D 猎鹰，医生就可以在手术前确实了解病患的情况，再加上有手术导板的辅助，整个手术的精准性还有成功率就大大的提高。说到这，你知道手术的导板是怎么制作的吗？团队开发出一套医疗分析软体，将2D 断层扫描转成3D， 并结合人工智慧分析运算。例如治疗脊椎侧弯病患时，软体能分析骨骼结构，帮助医生规划螺钉的位置。然后呢，我们有一些人工智慧的方式来做这个所谓的脊椎的建模，把这个每一节脊椎都会给你分出来。那医生要做这个脊椎手术的时候，他要知道螺钉的位置，所以我们这边就会根据各种不同的螺钉的路径，帮你做一个很好的分析。那再来呢，告诉医生说你打的这几个位置50密度的分析是什么。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一只蓝色的钉子跟一个红色的钉子，这个钉子是我们的模拟钉。那医生可以在这个画面上面任意的移动这个2个模拟钉，红色的钉子在移动的时候，白色的变多，对，白色的变多。所以老师越白的地方是代表骨密度越高，我就像打地基一样，对，顺便把螺钉透过这个导引板把它打过去。是，白色的就是像是我们打在水泥。比较稳固的地板上面。是。植入物在身体里面，只要超过10年，它大概都有松脱的问题。那我们希望人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都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们会在术前，如果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模拟跟分析的系统给医生做分析，他可以很清楚知道说，我等一下帮这个病人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会对他有最大的效益。医生决定螺钉的安装位置之后，就由了解医疗与3D 技术的工程师进行导板设计与制作。每一个设计出来的导板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完全针对每一节的骨头去做客制化。为什么它这个手术导引板做的有点像是一个拱桥的形状？这是因为我们的脊椎它前面都会有一个棘突，那如果我们做一个直的形状的话，导板就会跟棘突碰撞到，医师在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它就放不上去。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脊椎导板上面都会有编号，那就是避免在使用上的时候它会用错导板。一次放上去吗？不会，它就是
每一节使用完之后，他再放下一节。放完一个装好，对，拿起来再下一个再用。没错，医师他把螺钉置入进去之后，他就会开始来做矫正，他会把每根铁条的那个螺丝把它锁紧，那他的那个脊椎他会慢慢的就是把它转回来。所以以前医生可能要打开来就，应该是插这边还是插这边，所以如果打到那些神经，应该就瘫痪。我们用这个导板的目的就是要避开我们大大小小的神经跟血管，增加那个入钉的准确率。那这个导引板真的很重要。3D 数位医疗应用在整形手术上，甚至能模拟出病患术后的样子。规划师佳慧向我介绍正颌手术的案例。那我们现在3D 的做法是有一个软体，医师他会给我们病患的 CT 石膏模型，那会请我们过去扫描病患他的3D 的外观。那好了之后，我们会依照医师他想要针对这个病患做的手术的术式去做调整。我们在这个软体上面可以看到他术前术后的样子。我看到这边有一个线这个是他的术前术后的鼻子、下巴，对不对？对。灰色的这个线是病患原始的样子，红色是我们现在术后模拟的，那它也是一个可动画的呈现。好厉害哦！医师他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病患说，你的上颚有动，我下颚有动。那我们也会印制这个模型出来，给医师做术前的模拟。你看它我们整个头颅骨最重要的神经管在这边。这是我们机台厉害的地方，我们可以做这种全彩的列印，会显现这个神经管的位置，让医师去避开。除了手术器械，团队也开发骨科植入性医疗材料，应用在像是头颅骨缺损重建、人工关节置换或骨折手术等等，这些都是以3D 列印钛合金制作而成。这间呢，就是我们的金属的列印室。这个设备呢，就是 3D 列印金属的一个大型的设备。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样品的展示。这些是用在身体的哪些地方啊？这一排我们印了一些特殊的大拇指外翻的骨板。然后这个呢是很多老人家在做假牙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牙桥。然后这个是在骨科尤其是在骨折吗？对，骨折的时候，其实你需要一些固定的那个骨板。老师，那为什么要使用钛合金啊？第一个就是它的生物相容性非常好，它的这个强度上面比较能够跟骨头做一个搭配。当然，它对骨头来说还是太强。那这个时候3D 列印就更有一个优势，因为我可以做成中空的。所以我的机械强度会降下来，可是我也有一定的强度去支撑这个骨头的这个需求。然而，现在法规还不允许3D 列印医材可永久使用在人体内，这是因为政府与医界还在研究3D 列印医材的安全性。不过目前已进入临床测试阶段，期待未来能早日通过，造福更多患者。团队另一个重点研究是生物列印技术，开发具有功能性的组织或器官，使用于再生医学研究。生物列印实验室的谢明佑博士和我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中心的生物列印机跟传统的3D 列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可以很精准的控制温度、速度以及挤压的一些条件。因为生物体包括细胞存在的环境必须要好好的 control 它才有办法来做再生。机台里面它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喷头，高温的喷头来喷一些陶瓷这一类的材料。它可以做出一些防骨骼的银架、低温喷头，它可以配合一些生物墨水，那这种墨水它里面就会含有细胞，所以等于说用了这台机器，帮这些细胞做一个家，就可以把它印进去里面生长。对，中心有许多正在开发中的产品，最成功的其实就是在人工血管跟人工神经导管。这就是人工血管哦，表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结构，是让细胞长上去用的吗？对，因应不同细胞的生长，我们设计了不一样的结构。先在最内层，我们是设计了一个相当平滑的构造，因为血液在里面做流通的时候，对，我们不希望会产生血栓。我们也在最外面做了一些孔洞性的设计，可以让上皮细胞在上面更容易的做攀爬。手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材料，就是神经导管。博士，我看里面好像有3个圈圈真是好眼力。对，传统的神经导管都只有1个圈因此我们就希望用3D 列印这种可以做出比较精密并且
比较 uniform 的这一种特性，在一个小的导管里面做出更多的小导管，让神经可以一个一个的做生长。另外一个更为前瞻的研究就是复合式移材，这一个 device 你看起来就很像一根钉子，这一根钉子它可以插到我们软骨受损跟硬骨受损的地方，它分成了2个不一样的颜色，一个颜色是比较偏黑色，它上面有很多不一样大小的孔洞，让硬骨的部分生长完之后，把这根钉子吃住，让软骨可以在透明的这一块上面继续做再生。那不是传统的话，放那些生物细胞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传统我们养在支架上面，你很难把这些细胞均匀分散。现在我们是利用列印的过程，把它撒在我们的支架表面，它就会更平均的在整个支架上面做生长。利用3D 生物列印支架来培养细胞。未来目标是希望能取代器官移植，解决捐赠器官数量不足、移植配对成功率低等问题。因为我听很多阿公阿嬷他们都要等待有人捐赠，那都还没等到，可能就过世了。但是有生物列印这个技术，他们就可以很快速的透过自己的细胞印出自己的人工器官，然后替换他受伤的地方。对，我们最终的目标在医疗上面，当然是很希望可以延续人类的整个生命，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3D 列印客制化辅具也为医疗照护带来新的趋势。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看护医疗系的护理实验室，除了制作教学用的3D 模型，因应未来需要居家照护的老年患者会越来越多，希望借由量身打造的生活辅具，帮助患者或家属在家练习护理技巧。大学でファブナス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研究活動をしています。This is suction training model。ここに LED がついていて、このように痰の吸引の練習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れは、在宅医療を受けられる患者さんの家族のための練習モデルです。LED がついているので、今どこら辺を通っているかというのが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This isパカパカトゥースプラッシングモデル。これは、私の歯のスキャンデータから作ったもので、その人に合った歯磨きの仕方を事前に、ケアの提供者である看護師や看護師の看護学生の方が練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モデルになっています。This is flexible goggle basin。これは柔らかい素材で、こちらのカーブを患者さんの顔のスキャンデータから作っている患者さんにぴったり合ったオーダーメイドのガーグルベースになります。こちらが、今までの既製品のもので、こっちはとても硬くて合わないけど、こっちなら柔らかいっていうものになります。团队开发客制化照护辅具，不仅解决老年患者的照护需求，还让他们拥有更舒适的生活。同样，因为3D 列印而受惠的族群还有身障者哦。在台湾，3D 列印义肢辅具让身障者有了圆梦的机会。现在我来到台中，要拜访一位很特别的吉他手。嗨，志荣你好。嗨，你好，一金。哇，你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义肢哎。你左手是先天的吗？一出生就这样了。那你以前有戴过美观手吗？有啊，在国小的时候，人家觉得很奇怪吧，要人际关系，所以就没有戴了。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又重新带回义肢啊？就是想圆一个梦啊，想圆一个吉他的梦。那其实市售上有很多公司啊，都可以帮你客制化义肢。那为什么后来你会选择用3D 列印来制作？价钱就是这个只要材料费啊，大概几百块吧。他那个是要7、8万，而且他们没办法保证说你一定可以弹，他可能只能这样吧，不能这样。哦，他不能来回。就我除了这个可以弹吉他，还有一个夹鼓棒的那个义肢，它可以做到已经像你有左手哦，所以你就可以双手并用。志荣说，帮他制作义肢的幕后天使是一个叫做台湾神社的公益开源义肢团队，他们是一群充满爱心与热情的志工创客，愿意奉献私人时间与技术专长，为身障者设计专属义肢。我听志荣说你们有在协助他们制作公益义肢，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投入这一块啊？在台湾从事高风险作业的工作人员啊，他们的收入相对是弱势。当他们九凶的时候，以装配国内的义肢或是进口的话，价格是150万。150万，对，这么贵。最便宜的这样可以开合的电动义肢是40万。因为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就发起一个 project， 我们是跟我们的需求者
协作。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在卖义肢，我们是跟需求者一起来做符合他的义肢。那我们制作的方式是先3D 扫描，然后再建模，再由群茂设计造型，再用3D 列印的方式。会用3D 列印的缘由，就是因为说可以依照使用者的需求，然后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外观造型，对，那价格相对的也可以压得更低，而且更快速的制造出来。在价格这方面的话，在前期的扫描、评估、讨论、客制化这方面的话，基本上是不收费用的。需求者他唯一要支付的费用就是里面所使用到的材料，还有电子零件这部分。我们也是希望这是一个遍地开花的概念，所以我们把我们设计好的档案都上传到云端，在他所在地附近的 maker 帮他制作，或是他自己制作、列印、修理。那我们最终目的是达到自己的义肢自己做，这样子。团队开发的电动义肢最大特色是使用的列印机台、线材、马达、机构零件全都是台湾制造，方便使用者购买与更换，也展现台湾制造的精神。而它的义肢功能也是很厉害哦。这是钢铁人的手臂吗？没错，当初我们的需求者是要求要有钢铁人的那个 feel。那我要让它怎么夹东西啊？它的控制方式是用这个感测器，你手臂一出力，有肌肉鼓起，对对，没错，就是这样。动了哎！放松，它就会解除那个动作。哎，真的可以哎！夹这个娃娃试试看。可以嘞。然后试着放在我的手上，放松。哎，成功！而且我发现它刚刚这个鳍片有升起来哎，那它可以这样吗？没办法。如果我们有时候夹一个像是夹积木啊，或者是拿筷子啊，那它有没有其他模式可以切换？有，在这里做切换。现在这个是比 OK。OK， 所以我们可以来挑战看看，就是夹积木的动作。这个有使用上的技巧，就是大拇指去对准，没关系，把它出力出到满，放到这边。哎，可以耶，成功哎！它马达是智慧型马达，它的手指会碰到的时候，它就会停止了，不会把东西这样捏爆。对对对对，我们里面的控制板也是我们自己设计，都可以写需求者想要的动作。然后这个手腕啊，有某种程度的弹性，这是脚踏车零件，那你只要松开，你就可以旋转手掌的角度。哇！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脚踏车零件？因为就会背。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前瞻的研究，这只手里面就有导入触觉回馈的设计在手指驱动之外，我们在指尖这里也有放感测器。那我等一下碰，你不要看看我有没有碰触。哦，好。我现在有没有碰？没有。那我现在有没有？有哎，有震动哎。当这个指尖碰到东西的时候，这一个手环是蓝牙连线的，你就知道，好，我碰到东西了，我就可以出力，然后把东西拿起来。这我们叫 soft robot， 就是软机器人。对，那它也是一种仿生的设计，仿生那个大象的皮质。soft robot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蹂躏它，然后你把它夹。哎，真的哎。因为它是软料，它可以自己去适应抓取物的外形，所以像是抓取鸡蛋或易碎品的话，它相当适合。它也可以抓取相当细小的物件，比如说是螺丝起子。除了研究仿生机械来让义肢做出更精细的动作，在设计上也配合使用者的生活环境，发展出多功能的义肢手。我们讲一般的矽胶手，我们会称作它为美观手，但是它没有任何的功能性。那这样的义肢手可能就还是要上万元。我们就做了一个模组式的替换零件。这个环状是什么？这个是拿来骑摩托车或骑脚踏车用，所以就等套上去，推锐就可以骑。对，没有错。这个好特别哦。你可以猜猜看，不是，它其实是用来打篮球用的，就像它另一只手就可以撑着球，然后另一只手就可以做投篮的动作。对，那这样子。群茂也希望以时尚美观的造型设计，翻转人们对义肢的刻板印象，进而帮助身障者重建自信。就是当他截肢之后，然后他就不愿意走出门，所以他心理上会比较自卑。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如果3D 列印可以弥补他这一块，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它来制作外观？就做出了一个是，这是木头，对不对？对，它是结合传统木工的工艺，然后以及3D 列印的技术，然后我们把它用榫接的方式，然后去做在一起，可以让使用者走在路上的时候觉得独一无二的，对，然后很自信、很威风，对他们就更愿意走出门，就可以真正的帮助他。那他用这个义肢，他其实更多的是自信跟骄傲的感觉。实际了解后啊，我发现3D 列印义肢可以达到成本降低，用起来更方便、更美观。但除了作为生活辅具之外，现在3D 列印义肢还可以结合 AR 跟 VR 的科技应用在附件上面哦。跟我去瞧瞧吧。
我现在用这只手套来玩游戏，在游戏中我扮演的是一个太空梭驾驶员，要保护我的太空梭不要被四面八方的陨石攻击。预备 ，Go！ 好，陨石来袭了，我现在拿能量球把陨石砸落，瞄准，耶，要被炸掉啊！不啊！恭喜你刚刚获得了121分，很棒哦。在玩游戏的时候发现握的时候有点紧紧的，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机构？我们开发了这一款叫生活辅具手套，其实是主要针对中风病患，他的手部没有办法轻易的睁开，这是一个2段式的设计。第一个将他的手腕能够把它拉直，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用3D 列印了2块软垫在里面。第二个部分是透过这个弹力绳，就能够将他的手肘顺利的拉开。这个游戏模拟了传统的治疗里面一些抓握跟抛的动作，所以等于是把原本的无聊的复健治疗改成用游戏。而且他们这样应该也不用常常跑医院了。没错，我们希望开发这套设备能够让它在家自主使用，然后让它在后续的复健上面能够更有趣。我们研究室其实有开发另外一套扩增实境的游戏，现在有一位需求者在我们这边做练习的于先生，他其实是没有手，但为什么荧幕上会有一个虚拟的手？在他刚截肢的一段时间是有患肢痛的过程。患肢是指截除的手或脚仍然还存在的感觉，而且有时会感觉已截去的手或脚会有疼痛感，这是因为大脑的中枢神经与四肢神经原本相互连接对应，在肢体切除后，神经传导失调所造成的错误知觉。医学上面就会利用一叫镜像治疗的方式，透过镜子欺骗他的大脑，去看到他自己的手好像还存在。那随着这2年扩增实境的发展，我们可以在他的肢节上面去虚拟一个，好像在荧幕里面又恢复了正常。患肢痛是什么样的痛？患肢痛它其实是一种会突然出现，但是又会突然消失的一种，在医学上不会称为疾病的疾病。痛的时候，它会很奇怪的动作啊，甚至是手指整个是扭曲的状态。根据医疗研究，装配义肢能减缓患肢痛的发生，因此欧老师与台湾神手团队合作，为于先生设计制作一个结合复健功能的义肢。老师，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它的设计跟功能吗？其实义肢手臂的设计有一个非常重要，是截肢了之后，他的身体会因为2边的重量不一样，它可能会容易跌倒，脊椎会变形，所以在我们这个义肢设计的过程中，能够让它在穿戴的时候可以保持平衡，跟这个游戏可以做一些结合，带动他的身体更像过去的生活的状况一样，2边是比较一致的，恢复他以前原本生活那种便利。结合 AR 游戏做复健，一方面能帮助于先生解决患肢痛的困扰，也能缩短适应义肢的时间，早日回归日常生活。从临床手术到义肢辅具，我看到3D 列印为医疗领域带来了很多的改变，像是它让手术变得更先进，让义肢辅具变得好看又好用。那我最印象深刻，当然就是生物列印啦。希望人工器官可以早日列印出来，解决器官捐赠不足的问题。而我也会更努力的研究，用科技的力量为人类的健康尽一份力，加油！